是美惠。随着新能源车型的发展，纯电动车的续航里程也在不断增长，加之现在对燃油车型的限制也是越来越严格了，所以更多的小伙伴开始选择购买电动车进行出行。那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，电动车续航里程长的，那还真的有很多可以选择。但是如果是在15万左右，又要续航里程长，又要靠谱的车，那还真的就不多了。那15万左右的紧凑型电动车到底应该怎么选呢？目前，比亚迪秦 PLUS EV 以及广汽安安 S PLUS 都是比较炙手可热的车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刚好分别带来了比亚迪秦 PLUS EV600公里旗舰型以及广汽安安 S PLUS 70科技版。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到底谁更香呢？秦 PLUS EV 的前脸和比亚迪汉 EV 比较类似，官方定位是龙岩纯电轿跑，它采用的是 EV Dragon Face 的设计语言，前脸融入了大量的龙岩元素。剑宇龙晶 LED 前大灯是以剑宇为灵感的，和粗壮的镀铬饰条连为一体，让前脸非常有辨识度。车身的腰线呢也非常富有张力，加上溜背的造型，整车是呈现出一种轿跑的姿态。尾部呢采用的是龙爪之痕贯穿式 LED 尾灯，从视觉效果上拉宽了车尾，整体看起来精致优雅，很有辨识度。而 NS Plus 它采用的是概念车 ENO 146的设计元素，整体营造了非常科幻的感觉。在配置的部分，比亚迪秦 PLUS EV 的表现是要高于安安 S PLUS 的。比如说，它是配备有 L2 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，并且它的座椅部分前后排都支持座椅加热的功能。在大灯的部分呢，它也是配备有自适应远近光灯以及自动大灯等等。就这些配置都是可以提升咱们日常使用的便利性和舒适性的。那其实，在大屏的部分，安安 S PLUS 的大屏是要比秦 PLUS EV 要更大的，但是呢，论大屏的实用性，还是它要更强一些，因为它是配备有自适应旋转大屏的。比如说，我们当打开抖音啊或者听音乐的时候，它可以自动旋转成竖屏，就会使用起来像是在用一个手机，更有实用性和适应性。秦 PLUS EV600公里旗舰型的智能科技配置也是要领先于对手的，它支持手机远程操控车辆，支持 NFC 钥匙。整体的用车体验是会更加便捷的，它还配备有智能行车记录仪，就是配置方面，它的确是要比对手更周到、更丰富一些。它还配备10扬声器音响以及多色氛围灯，可以把车内的氛围也营造得很好。身长尺寸方面，虽然 INS Plus 的轴距是要比它略长的，但其实在实际的体验当中，不论是它的乘坐空间还是后备箱空间的优化，比亚迪秦 PLUS EV 是要强过 INS Plus 的。然后 INS Plus 的车顶不是有一块巨大的全景天幕吗？就的确是非常好看，但是实用性我觉得是不够的，因为它不够隔热。如果是在很炎热的夏天被太阳炙烤的情况下，车内人员的乘坐舒适性肯定是会打折扣的。动力的部分，秦 PLUS EV 搭载了一台永磁同步电机，600公里旗舰型的电机总功率是135千瓦，总扭矩是280牛米。它的动力是足够日常出行去使用的。它主要注重的是家用的表现，整体动力的输出非常的平顺。安 S Plus 70科技版，它的电机总功率是150千瓦，总扭矩是350牛米。它注重的是动力加速的性能，它们俩的动力调教风格是不一样的。那底盘的部分，秦 PLUS EV 它的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加上后多连杆的一个独立悬架组合，而 INS Plus 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加上后扭力梁的非独立悬架组合。在实际的感受上来看，秦 PLUS EV 的底盘调教是更显质感的，因为它可以兼顾支撑性和舒适性。在我们遇到一些坑洼路面的时候，它整个底盘的表现是非常整的，而且有韧性。在我们开在路上过弯的时候呢，又可以感受到它的侧向支撑力。而 INS Plus 的后悬，就是我们坐在后排的话，感受是不够舒适的。在自动驾驶辅助配置上，秦 PLUS EV600公里旗舰型和 INS Plus 70科技版都配备有 L2 级别的驾驶辅助，它们两个的表现都挺好的，就是处理跟随前车的动作上都非常的柔和，而且对于路面标线的识别都很清晰精准，非常灵敏。
在 NVH 的表现上，它们两台车没有很大的区别。不过，由于秦 Plus EV 的底盘调教会更好，所以路面上传递进车内的这种声音也会更有质感。在主被动安全配置上，比亚迪秦 Plus EV600公里旗舰型要比 INS Plus 70科技版多出了前后排头部气帘、前驻车雷达、主动刹车、倒车车侧预警，还有并线辅助等等功能。电池的部分，比亚迪秦 Plus EV 采用的是磷酸铁锂刀片电池 ，INS Plus 70科技版采用的是3元锂弹匣电池。官方表示，刀片电池是要在安全性、耐用性、强度和温控等等方面有更明显的优势的。比如说，在碰撞、挤压、高压过充等等情况，它是可以杜绝起火爆炸的。它有超高的耐用性，循环充放电3000次以上，温控技术延长电池寿命等等。INS Plus 70科技版搭载3元锂弹匣电池，但是在安全性和耐用性等方面，相较于磷酸铁锂刀片电池来说，还是稍逊一筹。在充电速度上，比亚迪秦 Plus EV 是支持最大90千瓦大功率直流快充功能的。它从电量30%充到80%需要30分钟的时间。INS Plus 70科技版同样支持直流快充，不过它从电量30%充到80%是需要42分钟的时间，它的充电时间是要比比亚迪更长的。所以，由于比亚迪秦 Plus EV 它是采用磷酸铁锂刀片电池嘛，所以它的充电效率是要比 INS Plus 更快的。好了，来总结一下吧。这两款车的风格类型是不太一样的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广汽 INS Plus 70科技版，它是拥有更强劲的动力性能，而且整体的科技氛围也营造得很好。比亚迪秦 Plus 600公里旗舰型呢，它虽然比这款 INS Plus 是贵出了7200块钱，但是它在续航里程上是多出了90公里的。并且在配置上，它也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，比如说底盘配置、科技配置、主被动安全配置以及电池上都是领先于对手的。所以说，它可以有更加智能舒适的一个驾乘体验，并且它有更快的电池充电速度，用车也会更安全了。对比来看，比亚迪秦 Plus EV600公里旗舰型的产品力的确是要领先对手，更占优势的。